这盆缺为盆景，主干过直，过渡不好，中间蓄养取代的枝失去了，这是今年重新蓄养的枝，从这里把它裁掉。缺梅是当水性树种，不适合拉弯，没有过度的拉弯也不自然，像这种枝干必须把它锯掉重来。上一期我们聊到了临水小盆景的修剪，今天主要讲一下乙干带干小盆景的修剪，重点是枝干形成过程中如何保持它的生长平衡。像这种枝干锯掉重来，问题还是出在当年定干时不果断，舍不得剪，最后得到的只有遗憾。主干裁剪后都翻盆对它进行重新培养，蓄养前对其他枝也进行重剪，这个道理就是保持与主干蓄养成型平衡生长。维持生长平衡主要是控制它的成型速度，像这种拐角枝、强势枝要把它剪掉，要把整个枝盘剪发一下，不抑制这种强势生长。主干蓄养成型后，下端的枝增出雌形，这种顾枝失彼的现象经常在造型中出现，主要还是对枝干间的平衡把握不好。修剪这种枝主要考虑主干的成型，对其他侧枝要适当的控制，剪到位或者是重新蓄养。对主干裁剪后生长过程中的平衡把握，简单点讲，就是对整个桩进行重剪，以保持它蓄养和现有的枝干同步生长。小盆景就这么2个枝条，你不进行平衡控制，在培养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失形。同样是千层苗培育的，这一盆当初裁剪到位，主干的过渡比较自然，枝盘也逐渐形成。对这种小盆景的修剪要勤，要经常对它的强势枝进行修剪，以保持它整体上生长平衡。像这种忌枝和多臂的枝条，不及时剪掉，因中出过快，很容易产生吸成枝的效应，使整个枝干失形，剪掉重来浪费时间。像这种强势枝要把它剪掉，你不要舍不得剪，无造型意义的枝留着也是累赘。像这种新生的枝条，它的增抽速度是比较快的，要抑制它的强势生长，留1到2个芽点就行。这种重复枝如果不做取代，要果断的把它剪掉。尤其是接顶，顶要简洁，要适度的控制它的顶端优势，把更多的养分分配给下端的枝条，整个盆景的生长才能维持平衡。对小盆景的培养看似简单，其中成型过程中的平衡修剪方法要值得注意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视频我们接着聊小盆景。